想要吃大餐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吃到饱餐厅吗？像是烧烤啊、火锅各式的 buffet， 很多人的目标都是要去吃够本、吃到爽。但是我们真的有可能吃回本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吃到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又到了新的一年哦，最近大家应该都参加了不少聚会吧？不论是公司的尾牙、家庭聚会，那现在呢，很多人如果有饭局哦，都会选择在吃到饱餐厅。台湾的吃到饱餐厅越开越多，营收也很可观。以吃到饱霸主汉来美食为例，它旗下的汉来海港餐厅，平均一间店的年营收就2.5亿，其中生意最好的一年营收更是高达4亿。全台7家店呢，一年就能够带来约20亿的收入。而此外，百货公司内的吃到饱餐厅也超受欢迎，像是知名的 buffet 享食天堂，一间店一年呢就能够赚超过2亿。而2022年，王品集团也宣布要进驻麻辣锅吃到饱的市场，甚至预期能达到一年40亿的营收。等等，原来吃到饱这么好赚吗？照理来说，这种看似不计成本、无限量供应食材的餐厅，应该很容易被吃垮吧？那他们背后赚钱的 payball 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争议？作为消费者，我们有办法吃回本吗？那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农历新年快到了，10天连假，你要怎么跟孩子度过呢？你可以考虑跟他一起学习未来需要的能力。芒狗狗系列绘本新年限时优惠6折起，募资2季都破100万，成品金石堂热卖当中，已经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，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、专注找找游戏、培养刷牙习惯，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。13本全套组只要6折哦，输入77推荐再9折，现省2800，超划算。在新年的优惠期间下单呢，还送限量的芒狗狗红包哦。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为自己准备最强的育儿神器吧。在了解吃到饱前，先让我们来聊聊吃到饱这种饮食模式是怎么来的。吃到饱的前身呢是西方自助餐，也就是 buffet。据说呢 ，buffet 是发源于8到11世纪的北欧。当时北欧海盗盛行哦，横霸当地的维京人主要以海盗、行船还有从商等方式为生。他们的性格豪放不羁哦，不习惯吃西餐的精致礼节，于是呢，干脆把所有的餐点、饮品都摆到同一张长桌上面，让每个人呢都能够选自己要吃的。像是海贼王里面呢，常常会看到的这种满汉全席的画面。而在维京人的传播之下，这套饮食模式也逐渐的在欧洲扩展了开来，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文化之一。宴会桌上面总是会摆满各种酒啊，还有点心。不过一开始都是有仆人随时服务，但后来贵族们越来越讲究隐私，就变成自己起身拿他们要吃的东西，并提倡少量多样的精致用餐。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自助餐 buffet 的始祖。那虽然人类很早就有吃到饱的概念哦，但真正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，却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。在1940年代，美国一家名为拉斯维加斯牧场的赌场呢，本来是想要借着收费一次任你吃喝的行销手段，来让赌客在赌场里面留久一点点。没有想到这种吃到饱的形式却大受好评，而吃到饱的商业模式也就慢慢的定型了。1990年代左右，这套商业模式传入了台湾，不但很快就被接受，而且还玩出了更多的新花样。早期台湾的吃到饱可以分成2种哦，第一种是饭店的附属餐厅，目的是为了提高住房率，而另外一种呢，则是各式各样的吃到饱餐厅。举例来说呢，像是早年从高雄起家的可丽亚，在1993年推出了188火锅吃到饱，被称为是台湾火锅吃到饱的始祖。而90年代呢，还有像是海霸王啊、时时乐等等的知名品牌纷纷投入吃到饱这种模式，很快就成为了餐饮业的当红炸子鸡。有分析认为吃到饱这种自己选的方式，跟台湾人原有的半桌文化本来就很类似，所以会爆红呢，一点都不意外。但一直以来有很多人会好奇，这种餐点选择超多，而且还随便大家吃的商业模式，感觉成本应该很高吧？他们都不怕被吃垮吗？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从客人的战力以及店家的策略2个方向来讨论。这边先讲结论哦，客人想要在吃到饱餐厅吃到回本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首先，人体本身的限制呢，一般人的这个胃容量大约是800毫升，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一次吃下1000到2000毫升的食物，也就是1到2公升，胃就差不多达到极限了。像是我们在超市常见的那种1.25公升的这个中型可乐，一口气呢整瓶喝下去，可能就已经吃不太下什么东西了。
当然，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特别厉害的大胃王，但大部分的人呢，食量都有迹可循，所以业者大致都能够掌握顾客能够吃多少。而且有些店家呢，一开始也会先上基本盘，或者先上一些比较便宜的食材给客人，让大家无形中呢就有饱足感了。所以要能够吃回本的人呢，除了他本身要天赋异禀之外，挑选什么食材来吃，用什么节奏来吃也都很重要。不过，就算大胃王真的能够吃回本，跟他同行的人也未必都能够这么厉害。所以很多店家呢都会推出各种促销活动，吸引顾客呼朋引伴，带小孩啊、带长辈、带寿星，或者是呢带更多的小鸟胃进来当分母，抵消大胃王给他们造成的亏损。而第二个不会被吃垮的原因，可能跟定价有关。美国康奈尔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哦，他们跟一家吃到饱餐厅合作，持续2周提供相同的菜色给客人，但有一半的客人收费$8，但另外一半却只收费$4。而这个实验结果发现呢，人们会倾向相信越贵的东西越好吃。虽然吃的是一样的菜哦，但付了$8的顾客呢，对餐点普遍比较满意；只付$4的顾客呢，反而抱怨披萨越吃越难吃。所以有部分的店家呢，也会利用类似的心理期待，先宣传自己使用高级食材，并提高餐点的定价，好让客人吃得开心，还愿意3不5时带客回放。而另外，虽然有些吃到饱餐厅的食材确实很不错，但店家投入在食材上面的成本，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，因为他们进货的量很大，而且同样的食材呢，也能够使用在很多不同的菜色上面。所以只要锁定某几种关键的食材，大量的进货，这部分的成本都能够压到更低。那综合刚刚说到的种种因素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吃到饱餐厅它最怕的并不是客人狂吃，而是根本没人想来。因为只要能够确保客人源源不绝，通常都几乎稳赚不赔。不过，其实也有很多人担忧，像吃到饱这种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。过度饮食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呢，作者提到，在这个行销宣传满天飞、资本主义当道的时代，人们总是在吃多于自己需要的东西，甚至会借由呢这样子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短暂的快乐。但这种消费模式却未必会让人觉得更满足，甚至也会直接造成非常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。那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子的画面，客人用餐时间到了，离开之前呢，留下了满桌的食材啊、饭菜，有些呢只咬一口，有些根本还没有煮，而餐厅人员为了卫生考量，所有东西收走之后呢，一律都丢进了厨余桶。而另外有些标榜食材高档的餐厅，会只选用食材最精华的部位，其他用不到的这个大量的蔬果啊跟肉类，可能就会直接丢掉。有数据指出，顾客取用的每盘食物呢，大概有1到2成是没有被吃完的。而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呢，也发现，每年全球浪费掉的食物有2成就是这种消费者拿了却没吃的食物。目前全世界还有8亿人正在饱受饥饿，而粮食浪费的问题，同时也会增加大约10% 的碳排放量，助长气候危机。那当然，我们并不能说这些粮食危机就是吃到饱造成的，但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环保团体跟国家都开始关注，甚至做出改变。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我们朋友约好某天晚上要去吃到饱的时候，有蛮多人都会刻意一整天不吃饭就为了把胃留给那一餐。有些人吃了之后呢，也因为有罪恶感所以很快的呢就会开始例行严格的节食，或是安排紧凑的激烈运动。但这种激烈的抵消行为，其实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伤害。那当然，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并不是要批评吃到饱文化，或者是觉得这个产业很糟糕，绝对不是。我们团队成员聚餐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也喜欢选吃到饱餐厅。对我们来说，吃到饱最大的魅力呢，就是它很自由，可以放心的点爆各种高档的或者自己最爱吃的食物，不用怕预算爆表，整个用餐的体验呢非常轻松。那如果是大胃王那种挑战吃回本的过程呢，也会让吃饭变得更好玩。但我们也很担心自己在无意之间成为了食物浪费的凶手之一。所以比起吃到饱吃到爆，我们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在提倡的吃自己爱吃的概念，其实也很值得尝试。那它的实践方法很简单就是少量多次的拿菜，拿你喜欢的，吃多少就拿多少，尽可能的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去避免浪费，同时也避免吃得太撑，毕竟吃到饱饱吐出来，那再香的饭也会变了味吧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讲到这里那最后想来问大家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吃到饱呢？火锅，像现在这种冷冷的季节呢，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最应景了。比烧肉，以前这个中秋节呢要自己去烤肉，现在改去吃到饱，吃完呢不用自己清，超级爽。C buffet包含了前菜啊、主餐、甜点，各种高档料理一次满足，赞到爆。第一，我不太喜欢吃到饱所以这次呢就 pass。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吃到饱文化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
观看笨猪文化以及米其林餐厅的相关影片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